14岁的年龄差距，10年的同居生活，牵挂你的人是我，这样一段感情，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掌声请出这对恋人，来，有请。男主人公陈明静，42岁，来自山东自营服装店，收入不确定。女主人公吉媛媛，56岁，来自吉林自营服装店，年收入10万元。来，有请两位，有请。吉大姐，今天来是希望明静跟你结婚的是吧？是。啊？是的。明静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错婚。啊？也是。也希望结婚啊？不。他希望跟我结婚，他还得让一个别的女人给他生个孩子。什么意思？他就是他跟您结婚啊，然后他得找一个小一点的，或者给我们家当保姆，或者是到店里头作为我们的雇工。所以呢，让我呢就是说的拿一点钱生他血脉的孩子，但是我不能接受。啊，是这样吗？是。就是以前的话没有钱嘛，现在也有钱了，想找一个幸福小的生活。哦，不是跟这个大姐10年了吗？跟吉大姐在一起生活10年多，我真没看透你。大姐，我想知道啊，你们是在一起姐弟一样的生活呢，还是夫妻一样的生活？起初的时候哈，我只是说的怜悯他，我在帮助他。有一天的时候，我会我给他帮他成个家。我起初是这么想的，但是以后呢哈，我就觉得他是我精神依托，我哈好像是我生命当中他是我的依靠。我不能哈，就是所说的哈，拿他当雇工，所以哈，3年以后，我的思想哈就逐渐转化，从一个怜悯，我就转化到我自己心里头哈，钻我心里头来了。这不就爱他了吗？就直接说爱上他了，是吧？哟，大姐羞涩了。陈先生，您对大姐到底是种什么感情？能告诉我吗？也爱她。也爱哈。这个10年过来，接着这么过不就完了？什么时候非要把这事儿挑破呀？这能将近2年左右吧，他就跟我就提出了一个啥事儿呢？说的你看你当初你挺怜悯我来的，你把我就是留到家了，在哪儿哈也来个小梅，他也挺招人可怜的，你让他上咱们店里头哈当服务员呗。我当时我没有想法。他看上一个人。那我不知道他看上没看上啊，但是的话，往往我呢哈，就是有的这种敏感心里头可能是一种神经不好吧，我就转转摸摸，我就寻思，我说的那么的呗，你叫他得给人家当保姆呗，将来的话，你再让他给你生个小孩，完了咱俩给他钱。完事儿的话就打发他就走了呗，那不是你亲的？我说的，实际上哈，您是在试探吗？是，所以我也在想哈，就是引诱他，他老实啊，他说真话。所以的话呢，我要是觉得他要是说的跟我说姐呀，我这一生当中你是我的滋润，我不能是怎么地的，那我就迷糊了。我指定的哈，我自己的积蓄，我什么我都能哈，我们俩共同了。但是呢，他告诉我说姐呀，我早就有这想法，我没敢说。他原话。陈先生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山东人讲究无后为大哈，是的，特别讲究这个传统的一些孝、一些道，对吧？对。咱们不说这个，不把孝道连在一起哈，因为还不一样，两回事儿啊。您的家族哥几个呀？哥3个，这是我大哥呢。哥仨哈。你们下一代有孙子吗？我大哥是2个姑娘，我2哥也是2个姑娘。你们家指望你了吧？为什么到32岁您还没娶媳妇儿啊？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吧。穷。对，是吧？那这么说行吗？等于您跟吉姐认识，实际上面吉姐算您的救命恩人，或者她让你的命运改变了？也可以这样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哈。那您现在的想法是跟她结婚，和其他女人生孩子是吧？是。啊？是的。那我不能接受。
那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让他走，我说的哈，你既然你是为了我这个房子，为了我的钱，我这10年就等于我拿你当雇工了。但是的话吧你既然要是说的是个雇工，我这阵儿解雇你，你可以走了。但是呢你应该要给他扫地出门了。但是的话，他说我跟你都过10了多年了，你轻而已就让我走了，那不行，我不能离开你这儿。完我说的，那你要是说不离开我，你跟我俩去登记结婚去，我的财产我公证。我这是跟他说的，那我还挣那么多钱呢，你说的给我存多少？完我说我早就看着你那个笔记本了。他说啊，我说我看着你那个小册子了。我说的你就是说的藏着那个心眼儿。我说你要不领那个女人，我也不知道就是说的去那么去敏感去。但是呢，我还不是净人发现的，是家去了老张。这个老张我挺膈应的，完我就寻思不行，他去那个上店里头去了，我就开始大扫除。哎呦，我这一翻那个床垫，给床垫的那个扣，一看那里藏个本儿，我这一打开这个月存2万，那个月3万，他存了多少了？我们俩共同挣的钱，他都有数。陈先生意思是，要不然您给我钱，我离开，是这意思吧？不是。他不走还得生孩子，他这个事儿我让他走，我说那30%我答应过你，给你是你的名存的钱，我都给你，那他也不走就待在这家里了哈。不是那个我为了那个记个账吧，到时候万一要是走了，要是不管是分开是怎么回事，我们俩不是您告诉我没地方住了是吧？再说的话吧就是大哥来了以后叫我心更寒。实际上就是做这次节目，我才知道他有大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啥人我也没有，就一个老妈送走了，我就单身一个人。大哥在那儿哭什么呀？所以大哥怎么哭了呀？他说的他感谢这次节目让他们哥俩相见了。怎么了呀，大哥？哎呦，怎么哭成这样？怎么了？您是委屈了还是感动？要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我兄弟俩，我兄弟10多年没见面了，这跟兄弟10多年没见面了。哎呀，姐，我从4岁见完以后就是过得闲。我这你没必要哭，我先想问你既然是亲兄弟，来坐这个10多年，你们的娘你管了吗？为什么让这个弟弟管了10多年啊？一会儿咱们说基本的，一会儿咱说大哥我们进入到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基本事实已经问过了。下面应该是老师们看到的，你们看到了些什么？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来，大哥不哭一会儿咱们再说好不好？来，陈先生之间的感情应该讲也叫做视同于是婚姻了吧？刚才我听到说您现在条件允许了，有孩子，是谁让你有这个条件的？是我金女士对吧？在我这里面，我就觉得山东人是讲究孝，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如果你就孝了，那么忠对感情的忠贞就不够了。所以我希望你思考一下，这么爱你、这么疼你的一位女士是很难得的，希望你珍惜。陈先生，您可以有传宗接代的想法，那如果您真的有这样想法，我觉得您不如原本把您的想法告诉给吉女士，您不要跟她说我去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我跟你结婚，我觉得那是法盲，因为那种做法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国家所不允许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有自己的孩子的话，您就跟吉女士认认真真说，您把这几年的钱给我，我出去，我感谢你对我这10年来的照顾就可以了。您不要在这儿又想要把她照顾了，那边又想要去跟别的女人做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劝你的。那对于吉女士，我觉得真的您是阿姨辈儿了，但是您做的事情还不如一个少女。这样一个男人10年了，他都没有告诉给你他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10年都没有跟他联系，说明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的人情在哪里。如果他真的只是孝敬母亲那个场面让你感动的话，可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哥哥10年他不联系，他的人情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反思的。我不知道为了这期节目以后我才知道是有这么所以这样一个男人多可怕，10年了都
有告诉给你他有一个哥哥在，他埋伏在你身边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那口饭，还是为你那点钱？所以吉大姐，你这10年养了一个小男人可以够了。我没想过我比他大多少啊。那您现在就想想吧，你养了10年的小男人可以了。这个大哥说的一句话，我才开始想。大哥说什么呀？他大哥都说的，就这么好个家，能走吗？跟你过了10多年了，这句话不要个自己的孩子，将来这就是意味着那句话没说出来，你这个家产你死了呢，这不就是他的了吗？不要再说了，陈明进他完全在利用吉大爷。而且居然明目张胆的说，哎，我不能离开你，但是我得找个小的，我得跟他生活，然后呢，我得跟他生孩子，生完孩子咱们俩来养，多聪明啊，多么赤裸裸，一种让你不可容忍的境界。你这么说他，就是这样的。你没这么说的，他对的我非常好啊。不好能忽悠你到现在吗？那我不知道吗？那10年当中他自己你知道，他也装不上来10年呢。你现在过了10几年，人家现在觉得，你听我说吗？人家觉得你是个根据地，人家觉得你好忽悠，好欺骗。那你说个10年，哪有这么一个男的？一辈子我也认呐。你听我说，哪有这么一个男的敢居然跟自己的恩人说，我要找个小的生孩子，我又不离开你。我就觉得哈，他这双倍就是说的哈，拥抱我的时候，我觉得挺幸福了，我觉得值了。所以说忽悠的就是你们这些人。陈先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您看好吗？行吗？对。当时来北京要找吉大姐的时候，没想这么多，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吧？是吧？是的。现在我问您哈，如果咱是有法律的，对吧？是。您跟别人生孩子，还跟他在一起过，要领了结婚证，这事儿就违法了，您明白吗？以前也没想到那事情。好，现在告诉您哈，这是违法的。首先说第一点哈，这事儿违法。第二点，您告诉我，这10年哈，您把吉大姐当一什么人？当什么人？反正他对待我也都挺好的，反正也当了老婆没？你告诉我。当老婆。你不说这个世界上我是你最亲的人吗？我说过是。那你咋不说了呢？你现在你听你哥的，你说的，你们家又怎么赚血脉了，又赚香火了？你是10多年又整个哥哥出来，你真的像人家说的，你咋这么可怕呢？你骗我，你好意思吗？我把3心什么都给你了，我自己家里头所有的一切我都没有赔偿，都告诉你了。你好笑吗你？你一定下得去吧？我没骗你。你跟我说你没骗着，你虽然我都听了你说的，你都带个野字，那野字跟那就是那是2码事儿。你说我也挺爱他，我也挺，那带个野字的，我再没有知识我也听出来了。人家说我愚蠢，说我啥的，我咋才想强呢？这不着急啊，大姐，你先别着急啊，慢慢问啊。好。这10年来是把她当成老婆了？刚开始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想跟吉姐结婚，但是让别的女人给你生一个娃？就是最近这2年吧，反正以前呢。我条件不允许，我有时候想过，可是没敢跟他说的是。现在大姐要让您就这么走的话，您不会走，对吧？可能不会走。不会走。一定不走。那还找人来给您生孩子吗？还得生孩子。还得生孩子，还不走。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踏浪旁观者清。这位是吉大姐的。那是我大哥，表哥啊，你快帮帮他吧。就是啊，我这妹妹太实在了。就是事先呢，我不了解，我以为他们过得挺好。说实在的，我说句直白的话，他说是在困难的时候，是我妹妹帮助了他。到现在稍微经济好转有钱了，说实在，他就想把我妹妹给踹一边去。说他就是图我妹妹跟我妹妹的钱跟财，说是没安好心。说是我妹妹啊，太实在了，说太傻了，这真是的。陈家大哥，您在陈家说话是一言九鼎的吧？大哥，对，我特想问一问哈，32岁没给人娶一房媳妇儿，您告诉我为什么呀？我们家贫困啊。这10年没有联系了啊。今天10年没联系，他不是咱家他把房子偷卖了以后，他就咱家逃避了嘛，所以没有这个节目，
我都来不到。哎呦，有这个节目了，他通知我叫我来了。大哥，我认为咱你这个大哥咱有呢。您是打算把弟弟领回家呢，还是怎么着啊？这现在来到了他这个家庭，我再给主任，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来了以后，我一看那家庭条件相当高了啊，我都没见过这玩意儿。怎么样？那洗衣服那玩意儿呜呜转的，在那窟窿里啊，把衣服塞进去，门一堵，那转了？开了大眼了吧？我真没见过这家庭。那你什么意思呢？我弟弟是捡来的还是骗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认为是他两个人共同努力。我认为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努力啊！我认为是共同努力。那个，我再问您，再您一个问题啊，你希望他们俩结婚吗？他现在他两个在一起的，我必须得希望他结婚啊！啊，那他也生不了孩子了，你们家那传宗接代的事儿怎么办呢？不是我妹妹她这个年龄嘛，她说这个50多岁这个年龄，我不相信。说这样，我认为他咱呢，这个40多岁的这个时间吧，咱按妇女来说，也有可能有生育能力。我就要求，不是说我想生不想生的事儿。我老人家要传宗接代。我虚岁数已经58岁了，我属马的，我已经50年生，我能不能生大伙还不知道吗？您的意思就是说，跟他结婚还得传宗接代是吧？叫我弟弟他想一切办法生儿子。来，这终于弄明白了。旁观者今天第一次那么轻，大家可能听得糊涂哈，但是咱们听得清。这大哥说了2句话，可都在坑节上，婚得结，传宗接代这事儿还得办。啊，第3句话，我认为这是这2个人共同奔出来的，句句都在点儿上啊。陈先生。陈大哥，我还想问您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他您到底是什么感情？您把他当什么了？就说现在吧。现在就当老婆。您把他当老婆了。第2个问题。他比您岁数大14岁，14岁。万一哪天身体不好，您照顾他？能照顾，能照顾。能吗？能照顾吗？第3个问题，您知道如果一旦你们这个事儿有法律纠纷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样吗？法律纠纷就分呗，就分什么呀？就是分财产嘛。分什么财产？就是我们2个共同努力挣的这些。哪些呀？挣的这些钱啥的。哪些钱？就是我们从10年以来这个挣的。您怎么会这么想呢？问过人？没问过。那怎么这么想呢？我真舍不得他对我这么好，10年的感情了。我现在我才明白，你不是舍不得我。舍不得我的家，舍不得你的家，舍不得你的房子，舍不得你是个女人还有用。好，接下来进入黄金60秒。今天可真是黄金60秒啊！过去这黄金用情来衡量，今天的黄金还真是情对钱了。陈先生，有什么话跟大姐说吗？这10年以来，咱们共同，你对我以前也这么好，可是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你舍不得这个家？你不说你舍不得我吗？舍不得你也。明倩，我跟你说，我希望你说的话全是假的。我觉得咱们之间在在一起，你在吻我的时候，在亲我的时候，你跟我海誓山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幸福的时刻永远在我眼前。我希望今天现在你说的都是假的。我希望跟你结婚，但是我不希望你跟别人生孩子。我不想失去你。
以后的话就是说的哈，你管我叫姐姐，我跟你叫弟弟，咱们还像以前那样相依为命。你是我的依靠，你知道吗？你现在你今天你站在那儿，大伙这么一说，你好像比狼还狠呢。你哥哥昨天晚上说的，你这个家这么好，你不能离开这儿，我都听着了。你不让我寒心吗？我那么对待你。你是为了那你不是为了你昨天说的你这个家这么好，你要是说的，那你意思说的你死了以后，这不都给他留下吗？因为啥呢？我们的家，我孩子在外地呢。吉大姐，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刚才大哥听明白了，大哥那么着急的问你一句话，陈先生你回答一下，我没听错的话，大哥说的是小三儿，你说你到底是为了财产还是为了感情啊？为了感情。我没听错吧，大哥？对。你一看，大哥多聪明，为了什么呀？为了感情。为了什么？感情。还传宗接代吗？对。还传宗接代啊？他的感情上就是不接受你传宗接代啊。好了，黄金60秒过了，吉大姐倒真应该考虑考虑，没有所谓断不了的情，没有所谓扯不清的买卖和关系。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想试他的情的话，您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儿子，你跟他讲，你现在就义务不需要，您不管你儿子需不需要，您办给你儿子，他还跟不跟您在一块儿？如果他还跟您在一块儿，那是图你的情。谢谢你们。看他们自己吧。不管怎么说，陈先生不容易啊，10年啊，32岁开始陪伴一个大自己14岁的女人，陪伴了10年。这10年以来，我真16岁舍不得啥，舍不得。都知道，回去吧，回去吧，大姐也回去吧。哎，警官们，今天场面极为混乱。开场的时候说过了，观众问是真是假，这么混乱的场面，我相信再好的导演都导不出来，只有生活能导得出来。也正是因为吉女士和陈先生自己内心的这种混乱，才导致了今天他们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如此之混乱。其实有人心里是清楚的，有人心里是糊涂的。人的欲望有时候会被很小的一个火种就点着了，并且燎原。陈先生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为钱为情，到底是愚昧还是刻意而为？吉女士在听了大家的忠告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新的判断，重新来判断这段感情，并且用相关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捍卫自己的感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请你们拿出手里的表决器，你们觉得他们应该往前走呢，还是分手？来，请选择。好，大哥啊，看看吧，现场的观众有96.65%的朋友都觉得他们俩应该分手，啊，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咱们不去强求，重要的是这2个事件当中的人，他们自己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前后后，一一回回地试探。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大姐选择分手，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哈？真爱他吗？真爱的。
真爱他怎么还想着传宗接代那点事儿？他又生不了了。10年是挺不容易的哈。你跟我说句实话，是嫌大姐老了，还是就为了传宗接代？就为了传宗接代了。现在在外面看上了有合适的人选了吗？有了吧？是有了吧？是。还没发生什么呢吧？对，没有。快了吧？现在人家那么心甘情愿的给你生孩子呀，你给人许诺了什么条件了？我能保证他们养活他，然后我能给他一切。给那生孩子的女人一切，你保证的？您这不是变心了吗？我不想说这10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跟姬大姐在一起，但是我相信10年你有你自己的付出，付出应该有所得。但是如果你在付出一段感情的时候，最终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那你将变得一无所有。陈先生，祝你幸福。